哎呦喂，为什么现在上海市中心的上海人那么少了？包括在上海市中心很难听到上海话。这里是上海的文庙地区，以前这里很热闹，但是现在，对吧？这里大面积的都动迁掉了，这里马路上人都几乎看不到。上海是真的没有人了，不可能。看这边，全是人，但是这家店空空如也，外边和里面都是空的。看这边，全部都是人，但是这些人都不愿意去消费。你发现了吗？上海现在已经彻底变了。我感觉啊，上海正在悄悄变穷。你看，店里吃饭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年前还有人在说爱上海，爱上海，年后就提着桶跑路了。我店里之前有一对情侣经常过来吃饭，最近不是好久没来了吗？打电话一问才知道他们回老家了。他说在上海6000的工资是常态，租房2000，车贷3500，两个人基本就月光了，根本就不敢出来吃饭了呀！真的是消费降级的时代来了，10几块钱的快餐呢，成了年轻人的救命稻草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？现在上海人口越来越少了。烟火气也越来越淡了。这里是浙江路桥啊，逛七浦路都要路过这条路啊，两边门面也全部都封了。一到晚上，这边就像鬼城。繁荣的百年上海滩，转眼就没有了烟火气啊。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，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繁华光环正在褪色。从街头巷尾的冷清到企业裁员潮的蔓延，这座曾经代表着中国活力的城市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越来越多的上海人感受到生活的压力，大街上成片店铺关闭，即便是在市中心的核心商圈，往日的热闹场面也是再难见到。现在这银行上班也太难了吧！80万的银行贷款，每个月月还2000左右，不多吧？哎，但是就是没人来贷呀，而且3到5年呀和10年都不会有人来催你还本金。就这个存款任务早就完成了，但是贷款任务始终就是发不出去。哎呀，真的是不止你难啊，银行也比较难。就如今上海这边啊，这银行上班也不太好混，每天都是有人来存款的，但是贷款任务就是放不出去。看这上海的公交车上面一个人都没有，我的乖乖，在路上也没人。你看人呢，这天天这多少人，这一个人都没有了。来，这个就是大家要买的临港啊。除了路面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是临港最核心的10102的位置啊。除了建筑工人啊，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其他人了。啊，这就是中午啊这个吃饭点的一个路况啊，大家自己看一下，这就是临港啊。你还要买到临港吗？啊，告诉我。现在都9点15了，我在南站排队。我现在在第一辆，看到没有？空空如也，空空啊，没人。看看后面，都在排队，没人。拉完下班，不管拉到哪，下班回家不干了。在宝山的一个商场，看这个外立面还行吧。这后面你看停了很多车，看生意还不错。但是你看这一边，这是刚才那一边，再看看这一边，全部关门了。这个地方是个别墅区，那个地方是个高层，高层前面也是个别墅区，生意太差了。很多上海市民都表示，现在上海很多行业面临困境，钱难挣。当大家都没有钱赚的时候，消费自然就开始下降了。老板们赚不到钱，街边店铺成片倒闭，就连市中心的顶流商圈消费崩溃也是历历在目。最惨的是，平时热闹的大街上竟然见不到一个人。街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冷冷清清的，就是有人流的地方，仔细观察也会发现，80%到90%的人只是逛街，都不消费。让你们看看，这能是蝴蝶锁吗？你看嘛，都没人，你看这都是出租，看见吗？这已经到底了，看，让你们看看，这都是挂的牌子，看这边全是，看见吗？都是出租，没人。
我大胆预测，上海呢可能有60%老板是熬不过今年的。你不用着急否定我们呢拿事实来说话。以前呢5个人可以分8碗饭，随便怎么分都饿不着。那现在呢是10个人分2碗饭，注定呢有人就要饿肚子了。你再看看上海的商业街，随处可见的店铺转让，还有在营业的那几家实体店，有几个是真正赚得了钱的。我跟你们讲，以后的消费呢只能是越来越降级。现在呢大多数的家庭除了买生活的必需品呢，其他的开销呢都会变成非常的谨慎了。上海的人都去哪里了？你们觉得上海的人少了没有？商场里没人，街上没人，到处都没人。谁能分析一下人到底去哪儿了？难道回农村养老了，还是去国外定居了？现在啊，感觉上海的人啊真的是越来越少，但是呢，就是不知道这些人去哪里了。来个大神啊，帮忙来分析一下吧。在上海1线城市，我让你们看一下今年的行情有多难，跟着我镜头一起走。来上海工作已经6年多了，但是今年感觉上海整体的人数都变少了，就连我们旁边的拉面馆生意都变差了。拉面馆的老板说，今年的客流量比往年少了1半。那具体人都跑哪里呢？是不是跑到回家养老去了？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。但是上海的房产呢，今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下滑。一夜之间，上海很多好的企业都消失了，也不知道是倒闭了还是搬走了。之前大众的安亭关闭了1个厂，现在大众南京的厂也关闭了，TOTO养乐多也关闭生产线。有2个消息，好消息是好的厂房空出来了很多，坏消息是很多厂房租也租不出去。全网都知道我是一个败家子，180万的店说拆就拆，1年整6家店全部宣布倒闭，每一家店都是我用尽心血去设计去装修，当拆的时候心如刀绞一样难受。能坚持到现在，也是用尽我的全力，用尽我所有的心血和精力和资金。今年干餐饮的老板究竟有多惨？我带你看一下，现在是11点半，已经是饭点了。这条街，你看六安土菜馆灯都不开，没人；第2家没人，第3家老板刚刚还在门口刷视频发呆，也没人。那第4家关门，第5家沙县小吃没人，第6家、第7家、第8家都关门，都没人。那这一条街都是这样子。但是就这样啊，还有不怕死的老板，你看这个之前做羊肉馆的，现在还在装修，还准备大干一场。现在的行情已经这么差了，你说这个老板究竟图出什么呀？一名开服装店的女店主表示，现在店里想开张都难，她后悔已经把明年的房租都预缴了。她说，我旁边的几家店都在说考虑明年是否继续缴房租。另一名上海市民表示，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白天走在路上感觉自己像丢了魂一样。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00块，但房贷却像是天文数字，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完了。还有上海市民说，真的感觉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，普通人辛辛苦苦1个月赚不到多少钱，为了还房贷车贷发愁，还要面临着被裁员的困境。现在真实体会到了工资发不出来和吃不上饭的感受了。我的天哪，现在这个实体的生意都这么难做吗？我在上海闵行爱琴海这边我走了一圈，我给你们看看多少的店铺全部都关门了。有一些店铺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开业，他们就已经歇业了，真的好可怕。今天上海的天气突然变冷了啊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寒冬将要来了。这几天听到很多不好的消息，有10几年的大厂都直接倒闭了。记住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上海的二手房现在不是1周一个价，是1天一个价。我讲的这句话你们能听懂吗？不是1个星期一个价哈，是1天一个价。如果上海市的房价再继续下跌30%，大概率呢可能会发生以下几种情况：中产阶级呢就直接破产了，大量的企业它会持续的倒闭，企业呢也肯定也会大幅度的去裁员，说离婚潮呢也会相继的爆发，法拍房化日益的剧增。如果是面临着这样的结果，
你现在还希望我们的房价继续在下跌吗？您说了吗？上海很多实体店老板们都已经在向房东下手了，为啥呢？2025年啊，大环境都不好，对吧？大家都知道啊，很多实体店老板他每个月挣的钱啊还不够给房东交的房租，对吧？很多呢都是持平的状态，能盈利的呢少之又少，所以说呢都不愿意了，对吧？那么直接跟房东撂摊子，你要说不给我房租，打个7折8折，我就直接不租了。陕西南路这个地方真的生意超难做，我们到现在才做了100块钱哈。看我们这个地方自从对面这个星巴克关掉以后，我觉得这边生意下降很多，就客流量一下就变少了。以前这边一个很大的星巴克，现在基本上都关掉了。隔壁这个老板也不做了，你看隔壁他们家做到10月份好像也不做了。这个地方现在很萧条，你知道吧？作为一个沪漂7年、没有学历、没有背景的女生，讲讲我在上海面临的现实问题。首先是上海的房价高得离谱，我跟对象掏空家底也只能付一个首付，买的还是比我俩年龄都大的老破小，没有父母的托举，光靠打工存钱，想要实现买车买房真的非常难。其次，上海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，以前觉得在上海随随便便都能月薪过，后来才知道月薪5、6千的工作比比皆是。上海经济惨况与全中国其他城市的形势基本一致，尤其是11黄金周过去之后，很多行业老板都在哀嚎，快要挺不下去了。那些曾经排队的旅游景点、网红景点，如今都是荒芜一片，令人唏嘘。很多实体老板都节后都抱怨自己店里没有人了，你看看这条繁华的大街上也没有人，都没有人啊！不光你家没人，都没人，人到底去哪里了？早起是好啊，到现在这景区还没有人，鼓浪屿应该人很多的，到现在还没有什么人。早晨6点半起来，7点半坐船，7点50坐船，8点半到鼓浪屿，暴走一天，3万步。这还有麦当劳吗？4亿人口的中国，320万人口的义乌，街上没人，店里没人，人都去哪里了呢？大家有没有发觉一个现象，就是街上都没看到什么人了。前港有41万人口，店里面也没有人。像这样的实体店，今年都关了一大片。我想知道我们前港人都去哪里了？旅游不都是说很火爆嘛，哪里都爆满，结果香山花园，你看，全是空的，全是空的，这帐篷全是空的，10室9空啊，全都没有人啊。再看看那个香山花园的水上乐园，看一下香山花园水上乐园，没人往，没人往，全是空的。现在大中午的，怎么没有人？一个人都没有。你看乐园里一个人都没有。你看。这个水上乐园就2个小孩，全都没有人。我靠，老板跑路了，又一个厂跑路了，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。
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